注意看，一场中美对抗赛中发生了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意外，400多斤美国大力士被中国巨人拳王一拳打断脖颈，瞬间躺尸擂台。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把他绑上担架送去医院抢救，但结果非常遗憾，没能救活。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普通的中美对抗赛，但是没有想到美国选手却狗眼看人低，瞧不起中国选手，当着身高2.23米的中国巨人董建军的面前，竟然大肆狂言，表示自己的拳头将会是董建军生前见过最后一样东西，他会亲手把董建军打进坟墓里。没错，观众朋友们，这哥们儿要扬言要把董建军打死，而董建军又是何人呢？我们注意看，眼前的巨人就是董建军，他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的拳击手，甚至比中国的大爆炸张志磊还要高上10多公分。他身高2.23米，臂展2.19米。我们别看董建军5大3粗，但他却精通中国传统武术、散打以及跆拳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痴。好，两人站在一块儿。这简直就是大人打小孩啊，观众朋友们。那当然并不是我们想欺负他，但是没办法呀，我们就这么高啊，天生的。好，比赛开始，中国巨人大战美国大力士，看一下谁能够先把对手 KO 掉。董建军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的舒服。美国的小胖子，别看他胖但别说，观众朋友们他还真挺灵活。连续的躯干摇闪，也的确躲开了董建军不少的进攻。但他的这个摇闪方式太过于单一。如果董建军改变作战方式，开始打勾拳，那他可就要难受了。别看董建军5大3粗，身形非常的壮硕，但他的步伐和拳法都相当细腻。这的确是我赛前没有想到的。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美国的大力士兰斯他有浑身的蛮力，但是打不着啊。美国的大力士兰斯也想尝试往里打，但是发现根本打不进来。前手把控距离，后手倒了，比赛结束，裁判1秒都没有犹豫，一拳只打到1拳就倒了。刚刚这场比赛的失利让美国人相当不爽，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又派出了一位实力悍将艾克斯来挑战董建军。我们看他依旧是一个白人选手，虽然说身材上来讲呢没有兰斯那么肥，但是我们看他的身材肌肉块头还真不输董建军。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想打内围。哦呦，轻轻一碰，轻轻一碰又倒了。但还好，要比上一个美国的兰斯要强一点，他不至于被一拳直接打上担架，还能站起来，还能继续战斗。据说这个艾利克斯曾到日本特意学习过日本的空手道所以说他现在的拳法呢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这个气势如虹，就是打不着人，又倒了，又一次读秒，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2次读秒了，还能坚持吗？
我们看1分钟的时间啊，打得满身大汗。好漂亮，前手打到了，有点晃。哎呦，又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被董监军给按倒的啊，应该不是击倒。好，比赛继续。埃里克斯像发疯的野牛，什么情况？他想是摔我们吗？现在美国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裁判挥手了，因为这场比赛是没有悬念，一回合3次击倒，其实已经是5次击倒，有2次裁判也算是包庇了对方一下。在感受到中方球员董监军的实力之后，这美国官方不得不重视起来，也不再派出白人，直接掏出了王牌——美国拳坛的黑人选手托米·华盛顿。的确，在世界拳坛啊，这个白人的战斗能力相对来讲，观众朋友们只能说啊，一般。还得是黑人比较猛，像霍利菲尔德啊，像刘易斯，像泰森，这都是黑人。好，我们看一下打白人如此轻松的董监军啊，打黑人会不会像刚刚那么轻松？好，比赛开始，我们闲话少说。我们在身材上依旧是有着巨大的优势啊，但别说了，这个专业的感觉立马上来了。我们看这个托米·华盛顿相当的灵活，虽然说肥肥胖胖，臂力的把控以及他的摇闪都相当的顶级专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我们看这个黑人选手太矮，是董监军打太高了。以董监军这个身材放在世界拳坛打谁，都是在身形上能够打到碾压，这是毋庸置疑的。要是我们欺负人，那没办法，我们就长这么高啊。而且在世界拳坛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只要你的体重在100公斤以上，都可以打。在身高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Put in perspective, Tyshawn was a size 18-foot shoe and 22-ounce gloves that were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headgear was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story goes that he went for his first physical. The doctor asked him if he had ever had a concussion. He said, "No, I've never been hit in my head. Nobody ever reached." 其实我们要仔细看董监军的步伐也相当细了，他练习过散打，所以说呢，这个脚步啊很细腻。而且还是我们不常见的小碎步。第一回合最后的1分钟，我承认这个华盛顿啊，他的步伐和这个身法还是比较灵活，但是你光挨揍不还手，你躲得了初一，你躲得了15吗？好了，这应该是一个读秒。在第一回合还剩30秒钟的时候，我们看托米·华盛顿现在已经是4脚着地，跪在了地板上。结束了，比赛结束了。3场比赛，没有想到第3场打黑人选手也是如此痛快，对手甚至一拳没出，还不如第2个的艾利克斯。好，3场比赛，您觉得哪一场更精彩呢？反正3场都是秒杀，都是1个回合之内拿下。我觉得董监军的实力是不弱于张之磊的，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开场就被凌空抽射。
而蓝方是武僧一龙。那么通过这样的出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个明永贞是练跆拳道出身的因为他穿这个身的道服出场嘛。武僧一龙我们不用多说。那么今天从他这个留一个小胡子，我们能看到他要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表现，有新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武僧一龙呢是一脸的生无可恋，而韩国的观众也都站起来激动鼓掌，因为刚刚这一下击倒明显是滑倒的正常的裁判是不会判读秒。但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最没有体育道德精神的国度了，哪里呀？棒子国呀！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一龙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明永贞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包括扫踢动作横踢动作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明永贞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一龙化解掉。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能力我就跟你你在启动的时候我啪一个近身。原来你明永贞对手只是击倒了一龙一次，而现在观众朋友们，一龙是成百上千次的在还给对手。虽然说一龙呢他是名声在外，有好有坏讨厌他的人有很多，但是观众朋友们，这讨厌也得分场合。在韩国人面前，我看武僧一龙那也是眉清目秀那也是英姿飒爽，那也是威武无比好的，跪下来，跪下来就对了。让你嚣张什么韩国第一腿，我看你是韩国第一瘸腿吧。这是个封堵动作，没关系，继续上。现在明永贞的这个打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拳法他更多的利用这个旋踢腿的动作。你看他这个头部的防守空档太大了。此时此刻，台下的韩国美女观众都心疼的不得了，因为这个闵永贞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男神就是偶像。但现在他们的偶像闵永贞都快被武僧一龙打成呕吐的对象了照这么打不吐想不吐都难好，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对方踢倒一龙的这一脚，一龙在还没有倒地的瞬间赶紧就站起来了，这完全是不是读秒的你看，赶紧站起来，但是裁判也是更快赶紧过来说我要读秒，这才是武僧一龙一脸生无可恋的原因。好，韩国的选手闵永贞，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斗志的感觉，而你看一龙，双眼当中充满杀气。上武僧一龙更加全面，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三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和进攻动作，上三路下三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你靠单一的腿法进攻，想站在擂台上成为英雄，确实很难。你看一龙的扫手的力量有多大？这打韩国人观众朋友们，我们真是无论如何都得支持而且我们看一龙今天也是卖力的很。好，这个小棒子他几乎没有拳法，他只有腿法。而这个家伙虽说有腿法，但是他在一龙的面前，他的两条腿就像他的裤子一样两根面条软的不行一只活脱脱的软脚虾呀，这是。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뒤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现在闵永贞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对不对？横踢动作已经没有了。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 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观众朋友们，要知道这个闵永贞他可是跆拳道的冠军已经是韩国跆拳道的顶尖的选手了。但以他的实力，在我们中国恐怕中国武术界参加少儿组，估计拿个奖拿个第3都有点难。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缠绕半天吗？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让你站不起来。林永真倒下了。我们看情况，林永真应该是站不起来了。好，扶着围城还想起来，现场的韩国女观众懵了。好，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真的是大快人心。上一秒这帮韩国的小棒子还在兴奋庆祝，下一秒就被武僧一龙的大力金刚腿踢的是屁滚尿流。那屏幕前的您觉得韩国跆拳道和我们少林功夫和中国武术到底哪个更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基本上连续重拳没来了，20多次的重拳，手拿远已经没有经验了。荷兰不败天王向中国拳坛发起挑战。金刚拳法在一夜之间造成1死2伤，连赢3场。此消息一出，震惊了中国拳迷。有人说他的出现让中国拳坛倒退了10年不止，因为他在中国长达5年时间里没有败绩，让中国年轻一代选手通通打了个遍，横扫一空，非死即残。他就是阿尔伯特·克劳斯，一个在搏击擂台被称为杀戮机器的男人。巅峰时期的克劳斯横扫了同级别全世界的所有高手，就连拳王波球也只能当他的垫脚石。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在巅峰待久了的克劳斯开始瞧不起任何人，甚至还公开蔑视中国选手。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打拳击，明明都是一帮东亚病夫，我8岁的儿子都可以轻松击败他们，只要我还活着，恐怕中国人这辈子都无法击败我。见克劳斯如此的目中无人，中国小将李壮壮不顾家庭和团队的劝阻，誓要为中国搏击争回一口气，向克劳斯发起挑战。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李壮壮这个小伙呢，他这个人如其名确实是比较壮。实际上，壮壮的家人和他的教练团队是不希望他来挑战克劳斯的因为这个风险观众朋友们太高了。打对方有可能会断送职业生涯，而且一不小心还有可能会丢掉小命所以说风险太高了，不知道。但刚刚20岁刚出头的李壮壮却表示：“我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躺着生。”李壮壮现在应该，不仅仅是李壮壮，应该全世界，几乎所有搞战力格的都对克劳斯比较了解了。对。哎呦，漂亮！李壮壮要对头部的防护要好一点克劳斯这个拳法刁钻可是出了名的。对。在克劳斯的面前，李壮壮显得的确是过于的稚嫩但是呢，敢上台打，我觉得李壮壮已经赢一半了。比赛开始，我们看克劳斯呢是步步紧逼，他的步子咬得很紧，但李壮壮呢是边推边打，并没有一味的这个单纯的逃跑。之前有很多中国的小将输给克劳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追他就跑，然后呢就忘记反击了，因此被克劳斯追着打，就像我们视频当中开始那一幕。但是我们再看李壮壮，他还真有点引蛇入洞这个吊着克劳斯进来的感觉，漂亮，就打反击。你喜欢进攻，那我就打反击。像上一场郑昭玉也是这种打法，对，而且郑昭玉之前也是跟克劳斯打了几次对，是输给了克劳斯，后来郑昭玉还去和克劳斯一起训练对。比赛就是比赛，一定要吸取别人很优秀的地方。是。哦，漂亮，高手，失去重心。好，第1局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看双方的表现呢，观众朋友们的确是偏慢两个人也是不着急也不着忙。毕竟来讲，第一回合刚接触，也就是一个热身阶段，所以说呢，接下来第2回合，我觉得双方肯定会开足马力正面对打，而且大概率的话，可能是李壮壮这一边，我觉得可能会打得更凶一点。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第2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世纪大战。
好，第2局。克劳斯今天这个右低扫的输出还是比较多，对，效果还不错啊，当时。顶膝。低扫，哎，漂亮前手的摆拳。虽然说比赛已经来到了第2个回合，但是两个人的节奏啊依旧是不慌不忙，打得很稳。我觉得对于李壮壮来讲，稳一点是有好处的啊，因为克劳斯此时已经38周岁啊，也就是39岁，而李壮壮20岁出头，所以说呢，我们稍微慢一点啊，把对方的体能耗没，第3个回合再发力也不着急。今天李壮壮的确在战术上腿法的运用比较多啊，刻意的把控距离。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克劳斯这名选手他的技术特点就是喜欢在内围上对你进行狂轰乱炸，让你根本防不住啊，将你的防守当成打穿。好漂亮，好，再从身上跨过去，这样一来很好的挫了一下克劳斯的锐气。不断的这种创伤会影响到李壮壮起自己前腿的扫踢。是。李壮壮有一次和孔令峰打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低扫换孔令峰的低扫。对，当时孔令峰是反架，孔令峰的后腿低扫呢，就是踢到李壮壮前腿内侧。对，所以当时对李壮壮是有一定打击的，对，影响非常大。对。转身圆拳，这是顺势的。李壮壮其实刚刚做前腿低扫，克劳斯也有低扫、中扫、高扫都有。对，连续的中扫啊，就这种连续中扫期，哎，来了，哎，对，就是这个，可以完全阻挡到克劳斯压迫进来。对，李壮壮其实心态应该还是很放松的啊。是。现在的克劳斯啊。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李壮壮今天的战术啊，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我们就是啊避其锋芒，然后呢和对方啊打起这种迂回战术，让对方越来越着急。尤其在第2回合最后的半分钟啊，克劳斯真是着急了，因为他也知道第3个回合自己肯定是拼不过李壮壮。好，那接下来第3个回合就是好戏了，观众朋友们，就看李壮壮他在前2个回合的铺垫啊，在第3个回合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发挥。而且在拳球之内啊，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体系。对，而且稍后出场的美丽死神，早期的时候偏俄式，在后期的时候也变的是荷兰式这种欧式带。第3局上来两个人拳对中，好漂亮，好漂亮，哎，不错，压准，不错，好，漂亮，打准好。其实克劳斯有反应啊，对，刚刚这一下打得很实。又是一个，对，这个叫一个半摔吧。克劳斯是有个换架了，现在。哎，克劳斯是有个换架啊。是的，是的，现在是右手右脚在前了。克劳斯的左腿可能也是因为李壮的几个持续的低扫啊。哎呦，哎，很漂亮，小心啊！他虽然用的少，但是他这个技术他会的，对，他并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储备。哇，观众朋友们，这个克劳斯啊，他的体能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以为他前2个回合打得那么凶，第3个回合肯定没劲儿了，但是没有想到第3个回合他依旧是在主动进攻。当然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别看克劳斯啊打得这么凶，但李壮壮的分数我敢保证啊，绝对是不弱于克劳斯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战术水平上，我们属于这个边对边打啊，以防守反击为主。但有手打击术这一块，我觉得我更看好李壮壮多一些。现在几次是前手同时的互换，这个就是能力问题了。你看克劳斯第3局换架一直保持到现在。对，哎呦，顶膝漂亮。但是克劳斯防守不错啊。对，顶膝只是在手臂上。而且前手换后手，这个发力打击啊都还不错。对，李壮壮持续顶膝。最后阶段克劳斯把这个架势又换回来了。
后手哎，拳不错，压着准，这个机会掌握的也好。对，顶膝，哎呦，克劳斯的防守还是好，对是看得很准头部的防守啊。最后几秒钟，顶膝，这一轮李壮壮的表现不错啊。好，这场世纪大战终于结束，这位年轻小将李壮壮和克劳斯啊，硬战血拼了3个回合。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个人感觉，我个人还是偏向李壮壮多一点啊，因为有效的反击啊，打得相当的不错。好，最终结果30比29 30-29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红方胜 the red corner， 掌声好，漂亮，哦，漂亮，哇，直接击倒了，好手，又一次被击倒。中国坦克邱建良又一次刷新纪录，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伊萨查迪。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无敌的全伤，揍得对手连滚带爬，哭爹喊娘，彻底看傻老外。有请本场比赛红方2014年 WRF 6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14年、15年泰国 S1 世界级金腰带，16年 WRF 67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2017年 GOH 羽量级初代世界级金腰带，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坦克邱建良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伊萨查迪的精彩对局。没错，这场比赛邱建良啊又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又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了。而且这一次还直接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邱建良这真是既有实力又有胆量。但其实邱建良原定的对手呢，还真不是伊萨查迪，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塞德里克啊。但是对方啊，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来我们中国参赛。邱建良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挑战自我，横跨3个级别挑战眼前的选手西班牙的伊萨查迪。好，对方的身高和臂展都相当的惊人，身高1.85米，臂展1.86米，职业战绩27胜当中有25次 KO 对手。他的终结能力啊，相当恐怖。一上来就是低扫对手的重心。邱建良这个反应能力啊，和他的这个进攻实力是不用质疑的。对，邱建良我们非常熟悉，在场上呢是全伤，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1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这个伊萨查迪呢，无论是在身高上还是在臂展上啊，这的确肉眼可见啊，高了邱建良太多了。对方的进攻范围相当的远，尤其是我们看对方的2条大长腿，哇，非常的长。但是话说回来呢，邱建良的腿法好像真没服过谁啊！27胜当互相抡拳，25次 KO。对，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漂亮。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极高。对，27胜当中25次都是 KO。然后看伊萨查迪每一拳，为什么他总是倒在地上？因为他每一拳都是把自己身体就会抡出去的这种拳。的确，这个伊萨查迪啊，他的确身高够高，力量也够足，但是有一点他重心是相当不稳了，这是个子高的选手共有的一个缺点。好，现在对方是有点晕啊，后手打中了，转身后摆，连续的大力摆拳。伊萨查迪有点招架不太住哦，飞膝，这一连串的凶猛进攻，哇，这一下直接扔出擂台。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虽然说邱建良今天啊是横跨3个级别挑战的对手，但是从局面上来看，我是丝毫感觉不到对方有任何优势，只是看起来在身形上是有优势，但真打起来的时候啊，差了3个级别，邱建良打对方啊，依然像打玩具一样。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对于邱建良来说，其实这场比赛的备战呢，后手漂亮，转身后漂亮。哇，邱建良的这个转身的回旋踢啊，是非常的炫酷。对，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呢，我们看到的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斗，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果然，这场比赛横跨3个级别呀，还是不能够太过于轻敌。刚刚邱建良吃到了对方一个非常凶残的飞膝，现在的话是用自己灵活的步伐来拖延一下时间，从而来缓解一下自己的眩晕呢。能感觉到啊，状态是有点晕的。什么时候邱建良开始主动反击啊，说明他已经是缓冲完毕。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脚。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好，对于邱建良刚刚这一下神龙摆尾的读秒，伊萨查迪表示说呢，有点不服。他的意思是说呀，地板上有水，他一不小心自己滑倒的啊。好，你看他身体很诚实，像一块磁铁一样啊，啪的一下就吸住了邱建良。这说明伊萨查迪现在他有点发晕。审美的变化，好的，后摆，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我们夸赞过对方的双腿够长，但是长归长啊，观众朋友们，这也不经踢啊，越长越不经踢。好，我们看伊萨查迪还是通过搂抱来缓解邱建良的一个进攻节奏，裁判对他进行了警告。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钟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人换正灯。对，说实话，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邱建良今天的表现，观众朋友们，我只能用无敌2个字来形容了。要知道，今天双方可差了3个级别，邱建良依旧是能够横推碾压对手。没办法了，因为在同级别啊，羽量级别，邱建良已经是没有对手可打了，也没人敢和他打。但这场比赛就不一样了，伊萨查迪听说呀，邱建良是世界排名第1啊，心想这捡漏的机会不来了吗？我大你3个级别，无论怎么打，都可能打赢啊。但现在事与愿违啊，他接邱建良的比赛啊，是他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一个决定。邱建良直接扫中断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我们看邱建良呢，在场上的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提醒第2次，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别人都是左右摆拳，到了邱建良这儿，观众朋友们变成了左右摆腿，左右开弓。好，把伊萨堵在角落，疯狂的打击对方的身体。好，飞膝。打开防守，伊萨有些晕了。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神圈出来，所以说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1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
哦，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对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这扫了之后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对。哦，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不得不讲，观众朋友们，这个伊萨呢还是相当的顽强，他知道自己100%会输，但是他不想输得太难看啊，宁可呢点数判定输，也不想被 KO。开进去连续的前比赛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哦，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哇，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再来踢支撑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终于结束，邱建良横跨3个级别和西班牙的巨人啊，这个对轰了3个回合，双方打得都很精彩。原本伊萨查迪想捡个漏啊，想踩着邱建良上位，但是没有想到反倒是成为了邱建良的垫脚石。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获得比赛的胜利。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比赛结果，红方胜，邱建良获胜。当视频中的美国大力士被击倒那一刻，观众惊讶的并不是他的脖颈被打断，也不是他被担架抬走抢救，而惊讶的是击倒他的人竟然是一个身高2.23米的中国巨人。如此庞大的身躯让全场的所有老外都为之惊叹，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完全不敢相信中国人竟然能有如此大的身躯，如此强大的实力。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的拳击手，身高2.2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甚至要比韩国巨人崔洪万和中国炸弹张志磊还要更胜一筹。我们别看他5大3粗，但他却精通中国武术、散打以及跆拳道等一系列格斗术，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当然在他的重拳面前也都显得不堪一击。他就是江湖人送外号泰山的董建军，一个让拳王泰森都谈之色变的中国巨人。我们来看董建军今天的第一个对手，名叫兰斯，他是一个美国大力士。他的身高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体重来到了390多斤，将近400斤。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也是一个壮硕的猛男，但是站在董建军的面前，却把他显得无比的渺小，甚至好像未成年的小孩。中国巨人对战美国大力士，看一下到底是谁能够先把对手给 KO 了呢？ Getting your Memorial Day weekend going with us, Taishan in the black trunks, Lance Gouch out of Hannibal, Missouri. First time on TV, he is 5-8 with 2 draws, 3 KOs in his career. 美国大力士怎么上来就想摔董建军的？对方思路明确。他知道在外围上的话自己肯定是吃亏的啊，所以说干脆打一些脏拳。什么是脏拳？观众朋友们，就是说呢贴到对方的身上啊，然后用各种角度来蹭拳。这是不讲武德的啊，也是不被拳迷粉丝所认可的。但他呢也是没办法。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on his journeyman opponent. He's facing another journeyman, a part-time fighter, as you noted, but Gouch is not a guy who lacks for any confidence. And I've actually seen 董建军啊，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的舒服。但这个兰斯还别说啊，很胖，但也很灵活。 Deceptively quick, I would say. Yeah, he doesn't lack confidence. Fight fans, you can now score each round tonight alive.Just go to Throwdown/Golden Boy Live to score the fights. 下潜摇闪的把戏他已经用了好多次了啊，但是随着次数的增多，董建军肯定会刻意去打一些勾拳。Gouch, a real likable, kind of affable personality. In this morning's fighter meeting, said he wa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giant. 没错，董建军开始打勾拳了。董建军呢，这个洞察的能力和拳商还是比较高的，学习过传统武术。散打啊，包括空手道。Gouch is a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La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而且董建军呢，他曾经还练习过篮球啊，他本应该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但是他发现啊，自己对这个传统武术啊和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sim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大家伙不用质疑比赛的真实性啊，因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美国，所以说老美让着我们观众朋友们那是不可能的啊。前手把控距离，哦，后手倒了，比赛结束，裁判1秒都没有犹豫。这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裁判啊，通过他的观察，一瞬之间啊做出了决定，终止比赛。好，我们注意看这哥们儿啊，这哥们儿的胳膊上还纹了2个字啊，哥们儿。哎呦，看来他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挺了解啊。好，精彩回放看一下，后手，哇，一拳打倒，这是一个后手拳，非常的精准。好，我们看脖子断了，人也上了担架，估计是要送去抢救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董建军的第2个对手托米华盛顿啊，我们看这个家伙长得像一头大猩猩一样。上一场比赛输的是一个白人选手，而这一场比赛啊，黑人选手来了。因为美国表示说呀，白人在他们的国家并不是最能打的，而黑人啊才是打拳击最厉害。话虽这么讲，但是当2名选手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对方的身形这一块儿，他还是得输给我们。中国泰山对战美国大猩猩。泰山没了猩猩啊，还可以很好的树立在那里，而大猩猩没了泰山啊，顶多啊是个泼猴。好，比赛开始。What Tyshawn did show in his opening bout was a very hard left jab, but he would throw them.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华盛顿他要比上一个选手灵活得多。And McGirt wants him to definitely throw more of those jabs. It'll be a good weapon for him. Tyshawn from Beijing, now living in Glendale, California, is just so mad. 裁判告诉董建军啊，不可以推对手。Talking to Buddy McGirt in the fighter meetings, Buddy said I have to teach him everything. It's almost like an 8-year-old walking in, learning to fight for the first time. Well, because Tyshawn has no amateur background experience in boxing. Was a solid mountain. Well, and he's named after a mountain, Tyshawn, which he has ascended, by the way. The Tyshawn Mountain in China. Climbed it. He said, "That's it." 哦，对方的距离把控还相当不错。In Glendale, California, has his wife and child here, and training with Buddy McGirt in Burbank. 一直在边缘游走。啊，但是问题还是啊，你打不进来呀，你打不进来，即便你在外围跑得再快。那你只有跑的份儿啊，你也打不到我。Size 18-foot shoe and 22-ounce gloves that were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headgear was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story goes that he went for his first physical. The doctor asked him if he had ever had a concussion. He said, "No, I've never been hit in my head." 董建军步步紧逼，盛气凌人。Tommy Washington has not fought in 6 years. The reason being he was incarcerated for 5 of those. 华盛顿只能背靠龙王。Hopes he's learned some lessons from that. Is look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his life while he still can. He's only 28 years old. 这个比赛擂台不知道是不是我视觉上的问题，我总感觉比正规的拳击比赛要小一点。也有可能是董建军长得太高了啊，站在一块儿啊，站在这里的话，把擂台啊都显得渺小了。Yeah, that was the guy that we talked about a little bit, Valuev, who was a champion not so long ago. 哦，华盛顿有些发软的感觉了。哦，漂亮后手，后手5秒，哇哦，观众朋友们太猛了！我看一下这次5秒对方能不能挺过去。感觉啊，我感觉是够呛的。好，结束，比赛结束。果不其然，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没能挺过1个回合。那么恭喜董建军。我们来看一遍精彩回放，只是一连串的打击，最后的话呀是一个后手的重击呀。It's round number 1. Referee Jack Reese reaches a count of 10 for your winner by KO and still undefeated, Tyshawn. 注意看，日本选手将中国小伙骑在身上，照死里打。
比赛结束之后，中国小将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赛后被送往急诊室抢救，医生说道，如果再晚送来1分钟，就可以举办后事了。差点打死中国选手的家伙，就是视频中的日本人梅野原治。这个家伙是出了名的日本右翼分子，也就是典型的反华分子。他曾这样说过，他打拳击比赛就是为了打中国人，因此在每一场遇到中国选手的比赛当中，恨不得把每一个中国选手置于死地。但我泱泱中华最不缺的就是抗日英雄。来自新疆的小伙哈姆勒斯远赴日本，向梅野原治发起了挑战，并且主动和对手签下生死状，既分高低，也决生死。但这头小鬼子非但不惧，还当众表态，这场比赛要全球直播，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如何打中国人。明天打中国人的比赛，我要全球直播，我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会像打狗一样打废中国人，直到他们跪下来求我为止。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大家不要认错。我们看穿着黑金短裤的小伙，来自于新疆的哈姆勒斯。小伙子很年轻，23岁啊！这一次单枪匹马的来到了日本，向这头嚣张的小鬼子发起了挑战。好，这头不是这个日本选手，名叫梅野原治啊，他穿着白色短裤。现在日本人给全世界的印象就是讲文明、讲礼貌非常的讲卫生。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这帮小鬼子在我眼里，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一帮倭寇把。他们就是居小节而无大德，知小礼而无大义。强大时必定是强盗，软弱时必定是卑躬屈膝的小人。一个个笑里藏刀，但背地里比谁都坏，就是一帮阴险卑鄙的小人。就拿核废水来说吧，观众朋友们，你们说这帮小日本子够不够歹毒？好，我们闲话少说，回到比赛刚刚扯得有点远。哈姆勒斯非常的聪明，在对方冲过来的一瞬间把对方带摔倒地，不给对手任何能够近身打内围的机会。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哈姆勒斯这个小伙他比较擅长打外围的一些个游走战术。再一次采取搂抱战术，限制了对方的进攻节奏，打法非常清晰。小伙的话，这个脑袋还是非常聪明的啊。来自新疆的帅小伙看着就很顺眼，大眼睛、双眼皮儿。再看对方，小鼻子、小眼睛八字眉、八字胡。好人谁家长这样对方的扫腿非常具有威胁力，因为这个梅野原治这头小鬼子他练习的是泰拳。连续的扫砍。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哈姆勒斯这个小伙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游走战术，让日本选手是既追不上又打不进来。但接下来的比赛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的话，可能对自己有点不太利吧。因为今天的比赛地点是在日本东京举办，所以说现场的裁判也都是日本人。我们如果打分想去赢的话，那是非常难的赢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 KO 对手。好，注意看哈姆勒斯这个小伙，他的眉骨，哎呦，眉毛开了。说句实话，这个眉骨开是什么开的，我们还真没有注意到。好，第二回合，观众朋友们，请相信我，绝对是要比眼前的日本举牌女郎要精彩，要好看。好，哈姆勒斯流血流汗，就是不流泪，好样的。我们看小鬼子依旧是不断的扫踢，用各种腿法来进攻哈姆勒斯。
其实可以尝试往里打一打啊，但如果打得太近，还容易吃对方的膝。这就要看哈姆勒斯自己对距离的一个把控了。好，踢膝防守，上部的拳法还不错。第一回合时间过去1分钟，对方还在踢。哦，拳法相当不错了，哈姆勒斯的拳法很舒展。如果这个比赛在中国举办的话，我们可以在规则之内啊是可以抓腿、可以接腿的。但今天是在日本，在规则之内是不允许接腿的啊。在规则上我们就已经是很难受了。哦，犯规！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还是肘击啊，肘尖打我们的头，但裁判没有管。这口气我们暂时只能咽下去了，因为毕竟是在客场作战。哎呦，什么情况？倒了！哎呦，还打对眼了！哈哈，观众朋友们，打对眼了！哎呦，看情况应该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恐怕是活不了了。不要抢救，我觉得不要抢救。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干脆啊，就让他自生自灭。看到这一幕，观众朋友们，我这悬着的心呢，终于放下了啊！真是浑身都舒坦。别说了，今天咱吃饭喝酒也必须得多喝2盅，吃饭呀也多干他2大碗。比赛非常精彩，再看一遍精彩回放。哦，这下顶膝重动靶心。好，再次恭喜哈姆勒斯，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